这是一把名叫飞雪剑的宝剑，它乃名满天下的楚留香所有。剑如白蛇吐信，犹如游龙穿梭，冷月遗霜，寒影定光。三尺清风少康，暗金巨阙昆吾。这个男人就是蝙蝠岛岛主，他从不以真实身份示人。蝙蝠岛主手下高手众多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蝙蝠岛上的拍卖会。相传只要付钱，想买什么都可以。这天，在蝙蝠岛秋季拍卖会上，有一个身穿白衣的神秘人，点名要买游侠楚留香的人头。此时，楚留香和江湖最强杀手中原一点红大破神水宫。出来时天还没亮，两人便来到一间宅院借宿。只见大厅里摆着丰盛的酒菜，偌大的宅院偏偏没有一个人影。二人便去到宅子的后院查看，原来刚刚在大厅参加聚会的人全部都已经领了盒饭，这些都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，还有一个奇怪的头陀也死在这儿。此时突然冲出一个白衣人偷袭，这个人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，却一直念叨着要到蝙蝠岛上去。随后二人又来到一个酒馆喝酒，两人看到对面坐着一个头陀，长得和宅院里那个一模一样。楚留香觉得奇怪，便上前询问：“大师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头陀气得火冒三丈，抄家伙动手。原来这个头陀有个双生兄弟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被人杀害了。头陀正在查找杀人凶手。青衣公子名叫李玉涵，妻子柳无名，夫妻二人似有要事在身，匆匆而别。这时楚留香和一点红看到了华山派前任掌门枯梅大师。枯梅大师早已隐退，为何现身在此？于是租了一条船追过去一探究竟。跟过去发现他们的船竟然烧了，一无所获的两人只好返回客栈，准备吃饱喝足后再分析其中缘由。一点红察觉出酒壶被人动了手脚，可楚留香已经喝了，当即晕倒在地。这时一个蒙面人袭来一点红追击，蒙面人将一点红引到小树林里，边打边躲，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。一点红很快便察觉中了调虎离山。另外一个蒙面人正欲杀了楚留香，和楚留香一个鲤鱼打挺，立马还击。原来香帅早就发现不对，是在装晕，假装喝了酒，不过是想引蛇出洞。蒙面人不敌想逃，可一点红回来了。两人抓住蒙面人，正欲问出主谋，谁知李玉涵突然出现，干净利落，一剑就结果了蒙面人。见此情形，楚留香并未多言，反倒是被李玉涵的宝剑所吸引。此剑是失传已久的苍山果决剑。原来李玉涵是雍翠山庄的少主，其父李关羽最喜欢收藏名剑。夫妻二人邀请楚留香欣赏名剑，到了雍翠山庄，李玉涵却变了脸，让剑奴摆好五行剑阵围攻楚留香。很明显，这是要干掉楚留香的节奏。打斗之中，楚留香看出其中破绽，楚留香试探性地把剑递给了对方，趁机将李玉涵拿下，就这样破了阵。楚留香说出对方的身份：15年前大名鼎鼎的双绝鸳鸯神剑。接着，楚留香又说出其他人身份，这些人都是名门正派顶尖高手。他们说出苦衷，并非跟香帅有仇。原来李玉涵的夫人得了一种怪病，需要一种药，只有蝙蝠岛才有。买药人让他拿楚留香的人头来换。李玉涵此时突然出手偷袭香帅，众高手及时出手阻止他下杀手。李玉涵拿父亲的救命之恩相要挟，逼得老前辈自断右臂以全情义。李玉涵执意要杀楚留香，关键时刻柳无名良心发现了，他劝李玉涵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言罢向楚留香道歉，替夫君认错。楚留香于心不忍，决定帮他求药，可如何去蝙蝠岛呢？在几位红颜知己的帮助下，楚留香盯上了隐身大盗。相传隐身大盗偷了皇后的珍珠腰带，打算去蝙蝠岛卖个好价钱。楚留香盯着一个贼头贼脑的汉子，一路跟踪上了间漂浮的海上小屋。楚留香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耸立着一间宽阔的大门，很快小屋便飘进了这所门内，想来这就是去蝙蝠岛的入口。管事独眼龙负责运送上岛的客人，若是来人有蝙蝠岛邀请函，便放行；若是没有，那便将来人永远的留下。楚留香拿出李玉涵给的邀请函，这才让独眼龙收手，蒙混过关。等这一站的客人全都到齐后，独眼龙便打开了通往岛上的通道，带着这些人乘船去往蝙蝠岛。在这艘规模颇大的华丽大船上，一行人见到了蝙蝠岛的丁总管。这艘大船上一共载有6部客人，天字号是金灵芝和他的护卫雅仆，他去蝙蝠岛是为了赎回他的父亲。地字号的人是个有钱的武林人物，他的目的是想购买一些奇珍异宝。玄字号人真实身份是御前侍卫，他的真实目的应是追查珍珠腰带。黄字号的人想在蝙蝠岛上躲几年，剩下就是楚留香以及好友一点红。一点红告诉楚留香来船上的原因，自己接了一桩100万黄金的大买卖，要求是去蝙蝠岛干掉一个人。早上，金灵芝敲开了楚留香的房门，带他和一点红来到船舱的小屋，说昨晚听到总管说要杀掉他们。金姑娘很是害怕，激动地掀开棺材，竟发现了丁总管。独眼龙赶来解释，总管心脉被震断。这时又有人大喊：“来人呐！富二代小王莫名其妙领了盒饭。”
夜里，富翁老杨的侍卫行刺钩子厂，幸好他早有防备，两人打作一团。二人打到屋外，声音惊醒了所有人，侍卫趁机逃跑，众人赶紧去追，出来就看到侍卫已经被挂在了船头。老杨趁人不备，对钩子厂射出飞镖，被楚留香点明了老杨的真实身份，他心里有鬼，才杀了御前侍卫。原来他就是偷宝物的隐身大盗，还从他身上搜出皇后的珍珠链子。老杨见事情败露，往房间里逃，可当众人追来时，老杨却已经被杀害。钩子长从床板下发现一条密道，竟通往船舱小屋。原来丁总管是装死的，趁他们没有防备，开始陆续杀人。此刻丁总管恐怕早已乘小船离开。独眼龙虽不是楚留香的对手，可他毫不担心，甚至还得意洋洋，因为蝙蝠公子在船上埋了炸药，而楚留香他们都要给自己陪葬。眼看船就要沉了，楚留香想出一计，几人躲到棺材里面，利用棺材逃生。不久，一艘大船路过，救下几人。船只的主人名字叫做袁随云，是武林第一大庄无争山庄的少主。他从小双目失明，但聪慧过人，才高八斗，练就了听风辨位的本领。这部《蝙蝠传奇》上映于1978年，由楚原导演，出品、编剧也是楚原。看楚原拍的古龙电影，如果不被浮夸造作的台词雷的外交理念，是无法体会到导演人内心深处那种提刀而立、为之四顾、为之踌躇满志的精神享受的。整部电影翻来覆去，无非是为了楚留香一行乘官航海的一幕戏。香帅发出咦的一声感叹：“我欲乘官归去，真的是写意呀！”一个蠢马子接过话题，如果靠不了岸，那该怎么办？中原一点红面无表情地回答道：“你不是已经在棺材里面了吗？”哈，极其装精啊！楚原的恶趣味终于在蝙蝠洞的盲打中彻底爆发了。盲侠尔冬升顶着一个夜明珠，像上古先哲一样抑扬顿挫地说道：“在黑夜里，瞎子才是那个武功最高的人。”哪里知道自己已然成为了黑夜里最亮的一颗星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电影的本身。袁随云热情地招待了几人，在船上看到了失忆的白衣公子、失踪的枯梅大师以及李玉涵夫妻。而且更加离奇的是，蝙蝠岛的丁总管也在船上。楚留香怀疑船是开往蝙蝠岛的。夜里，枯梅大师被人行刺杀害。枯梅大师的徒弟高亚兰偷偷地来到了白衣公子的房间，为白衣公子解开了6道穴道。原来他竟是枯梅大师的大儿子，他是被人点出穴道才失常的。高亚兰奉师傅之命救他离开，而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被袁随云带入陷阱，迷晕在地。当他们几个人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被困在9流生铁所制的笼里，他坚硬无比，武功再高也无济于事。还好李玉涵有把削铁如泥的匕首，十分顺利地打开了9流铁笼。可下面是消水池，如何渡过去？钩子长拿出一条七彩天蚕丝来，此物虽轻，但可承载1000斤重物。钩子长御前侍卫的身份也因此暴露，一点红说出自己受雇来杀他，可眼下保住性命显然更加重要。几人从水牢杀出，救下所有工匠，顺利找到金灵芝的父亲。金灵芝父女团圆，正要准备离开，钩子长此时表明了御前侍卫的身份，询问金福蝙蝠公子在何处。他此行只为将蝙蝠公子缉拿归案。金父同意留下给他们带路，可去大殿的路都已被封锁，唯一的出口燃烧着熊熊烈火。见此情形，金父告诉众人，墙壁上有一个流黑油的洞，只要堵着这个洞就可以过去。当年这道机关是金父设计的，蝙蝠公子作恶多端，金父想赎罪，可他一旦死了，下面也无人带路了。雅仆站了出来，他愿意替主人赎罪。很快，大火被灭，一行人顺利过关，可洞的另一边却是冰天雪地。还好金福当年在这儿藏了2包炸药，只是这举炸药包的人凶多吉少。金福和金灵芝父女自动请命，一点红建议抓阄，决定上去的人选，以树枝的长短做决定，短的去冒险。钩子长替一点红拿到短的那根，临行前，钩子长拜托一点红替自己将蝙蝠公子缉拿归案。另外一只短的被李玉涵抽中，可夫人柳无名却点出他的穴道，坚持要替他去点炸药包。离开冰洞之后，几人终于找到大殿。此刻蝙蝠岛拍卖会还没有结束，没啥好说的，直接开打吧。楚留香也是见到了买他人头的人，无花弟弟的和尚无根和尚。东营来的和尚好有个性，叫无根。这位估计跟岳不群是拜把兄弟，可是他不是香帅的对手，只得开溜。这时枯梅大师出现，他那晚发现有人要杀他，便装死来蝙蝠岛一探究竟。蝙蝠公子其实就是那个袁随云。见事情败露，蝙蝠公子先下手为强，这小子真够狠，亲妈亲哥都敢杀，而且他还将现场的灯全都灭了。因为在黑暗之中，没人打得过瞎子，就连香帅楚留香也落了下风。混乱之中，一点红将夜明珠插到了蝙蝠公子的头顶，蝙蝠公子因此成为了活靶子。但很快他就察觉出并扔了夜明珠。黑暗之中，蝙蝠公子再次占了上风，李玉涵不幸中箭身亡。这时金灵芝和父亲炸开了一个洞，蝙蝠公子也永远留在了蝙蝠岛。
电影比起原著改动很大，但是圆得很好，单看电影还是很好看的。小宝演这个敏感、任性、自负的傲娇公子形象还是很到位的。其他配角如袁华、钟月华、景丽也很出彩。喜欢楚原塑造的诡异而神秘的氛围，很古龙。只是全程很有意思，槽点满满，尤其最后欺负残疾美少年这种事，观众表示太虐心。好了，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下期不见不散。